拜登竖起了反华大旗，要给中国找对手。芬兰或开始威胁中国。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忠诚 Talk。以前我曾谈到过一个观点，就是美国不断用危险的动作来挑衅中国。他所谓的要对话谈判实则就是要竖起反华大旗，让他的各路盟友在中美博弈越发激烈之际站队美国。不管是澳大利亚媒体炒作与中国开战威胁，渲染中国威胁论，还是特鲁多指责中国，宣称中国干预了所谓的加拿大大选，都算是站队美国的一种实际举动。近日拜登政府打算要在2024财年将他的国防预算费用提高到8420亿美元，是史上最高的军费预算。而美国内部有声音表明，此举是旨在应对中国。于是乎眼看美国对华摊牌到了这个地步，也就是他的反华大旗看上去竖得较为坚挺，站队美国的国家呢，似乎也就多了起来。一些欧洲小国也开始坐不住了。最近有这么一条消息，说芬兰甚至也开始威胁起中国了。他怎么威胁呢？芬兰总统近期表示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日益紧密是个问题，并声称中国必须放弃对俄罗斯的支持，否则中国与欧美国家的贸易会被摧毁。在这里需要明确一点那就是芬兰总统的这番言论到目前并没有被各大媒体所报道，也没有得到芬兰方面的公开证实。毕竟作为欧洲地区一个体量相对较小的国家，芬兰哪来的理由和底气来威胁中国呢？这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据说芬兰总统在威胁我们时还强调，如果中国为了俄罗斯而毁了自己的名声，那么芬兰跟中国也就没生意可做了。说实话在得知这一消息的第一时间我产生了2个误判。第一个误判是芬兰难道也有什么光刻机可以卖给中国？我们要求着和芬兰做生意吗？第二个误判是中国和芬兰之间的贸易额是不是很高要是芬兰不跟我们做生意，我们的损失会不会很大呢？结果一番查阅之后发现欧洲生产光刻机的只有荷兰，我国和芬兰之间的贸易额也不大。说白了，芬兰方面拿不和我国做生意来威胁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也不会对我国构成多大的影响。芬兰这么做恐怕就是给他自己找一个借口，以便在美国对华围堵计划中站队美国。不知观众朋友们是否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美国这面反华大旗一旦竖起来，恐怕接下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找各种借口，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站队美国。而当美国对华摊牌越彻底，站队美国的国家可能就会越多。毫无疑问芬兰就是这样。再拿加拿大举例，特鲁多污蔑我国干预他的加拿大大选，无非也是为了站队美国找一个借口而已。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一局面呢？我们是真的四面楚歌了吗？其实在我看来并非如此。拜登竖起的所谓反华大旗，换个说法就是号令给中国找对手。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大部分站队美国的国家，他们实际上是害怕美国。美国不断给我们找对手，制造敌人，但我们真正的敌人却始终只有一个。但是对美国制造这样的氛围，我们也不可放任其蔓延。对于死心塌地抱美国大腿的个别国家，该报复的时候我们就要报复，而且是要狠狠的报复。这对接下来的中美博弈其实也很重要。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